重生回万寿灵台，一枚疯了一样抢走上一世让我风光无限的玄甲龟，把角落里的死蛋扔给了我。他以为抢到了泼天富贵，殊不知那龟是吸血的魔物。看着他得意地跳进火坑，我转身捡起那颗无人问津的死寂黑蛋。但他不知道黑蛋是神尊的半生兽，当他被吸成枯骨跪地求饶时，我已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，受尽毒宠。灵风女子多薄命，寒毒入骨难长生，这是修真界对我们灵风派女修的断言。我们这一派修习上古流传下来的冰心诀，此功法虽威力霸道，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随着修为精进，体内寒气会日益加重。若是在成年后不能寻得一位拥有纯阳体质的道侣进行双修，并缔结一只属性相合的契约兽来吞吐灵力，调和阴阳，我们最终都会寒毒攻心，化为一尊冰雕凄惨死去。因此，每一代灵风派弟子筑基出关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前往万寿灵台挑选契约兽，并借此机会结识各族才俊，定下婚约。这不仅是修行，更是求生。今日万寿灵台之上人头攒动，身旁的师妹轻轻碰了一下我。沈离师姐，刚才我看见你义妹沈瑶了，她疯了一样冲向灵兽区最中央，把原本属于你的位置给占了，她这是要抢头彩吗？此话一出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看来我的好妹妹是为了那所谓的泼天富贵，迫不及待的要去抢占先机了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前方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只见沈瑶死死抱着一只通体漆黑、背甲厚重的玄甲龟，脸上满是狂喜。上一世，她嫌弃这玄甲龟长得丑陋且看着笨重，无理取闹抢走了角落里那只羽毛绚丽的七彩孔雀，结果那孔雀是个只知索取的魔物，为了维持羽毛艳丽，活活吸干了沈瑶的精血。而我被迫契约了被他挑剩下的玄甲龟，又阴差阳错救下了走火入魔的凤凰族太子凤渊。凤渊为了报恩，实则是为了利用我的纯寒体质压制他的火毒，当场求娶我。我带着玄甲龟嫁入凤凰族，外人只道我风光无限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妃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凤渊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，他将我囚禁在密室，日夜折磨，而那只玄甲龟更是他的帮凶。他根本不是什么神兽，而是凤渊饲养的是灵魔物，专门吸食我的修为来供养凤渊。前世我虽然靠着特殊的体质苦苦支撑，熬死了沈瑶，甚至在凤渊登基后被封为妖后，但那不过是具行尸走肉。最终凤渊为了迎娶新人，将毫无利用价值的我推下万丈悬崖，而沈瑶只看到了我表面的风光，以为玄甲龟是长寿神兽，以为凤渊是绝世良人，他嫉妒到发疯，临死前还诅咒我不得好死。这一世看着他紧紧抱着那只催命的玄甲龟，眼神中满是贪婪，我就知道他也重生了。快看，是凤凰族的太子殿下。天空中红光大作，凤渊在一众侍卫的簇拥下从天而降，他目光巡视一圈，似乎在寻找着猎物。沈瑶立刻抱着玄甲龟冲了上去，娇滴滴地跪在凤渊面前。殿下，小女沈瑶已契约了这只玄甲龟，愿以此兽为聘，侍奉殿下左右。凤渊看到玄甲龟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玩味，这龟本是他暗中寻找的魔物载体，没想到竟被这女子主动契约了。他大笑一声，扶起沈瑶。好，既有此缘分，你便是孤的侧妃。我混在人群中，冷眼看着这一幕。沈瑶难掩得意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满是挑衅。然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我转身走向了灵台最偏僻的角落，那里躺着一颗布满灰尘、无人问津的死寂黑蛋。上一世我濒死时，只有这颗蛋里的小兽试图撞破笼子救我。这一世，我不求富贵，只求报恩。凤凰族大婚是比我们挑选契约兽重要100倍的大事。沈瑶和我们都被接到了凤凰行宫，抚摸着凤渊专门派人送来的火灵珠，我心里没有半点波澜。这东西虽然美丽，但在我眼里却是催命的鬼画符。前世我说得到的比沈瑶要100倍繁华，甚至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修真界的女修争相模仿。可背后为了供养那只贪得无厌的玄甲龟，受了多少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还没来得及放下手中的茶盏，沈瑶身边的婢女就匆忙跑到我的面前。大小姐，侧妃娘娘有请。请我？这个时候沈瑶不应该是准备嫁衣吗？怎么想起来我这个不痛不痒的长姐了？虽说心里还有些疑虑，但现在她毕竟是太子侧妃，她的话我没有能力反抗。刚走到沈瑶的房间，就看到凤渊敞开衣襟，满面春风的从里面走出来。我连忙低下头，他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他身上的味道太熟悉了，那是凤凰族在动情之后散发出的独特燥热气息，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味。沈瑶此刻面带微笑地半躺在淋浴床上，身上只浅浅盖着一层薄纱，完全掩盖不住那一身红痕。他看我进来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慢悠悠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指桌子上的一颗黑蛋。这就是姐姐千挑万选的契约兽，真是一颗好蛋啊！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那是我刚刚捡回来的黑蛋。他看我不说话，猛地从床榻之上坐了起来，随手抓起旁边的玉如意，狠狠砸在我头上，鲜血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我强忍住内心的怒气，跪倒在地。他看我的表现似乎很满意，懒散地开口：姐姐，上一世你靠着玄甲龟和太子殿下享尽了荣华富贵，这一世这福气轮到我了。你抱着这颗死蛋，就等着寒毒发作，冻死在街头吧。我抬头对上沈瑶的眼神，不敢忤逆侧妃娘娘。她被我眼中的平静震惊了一下，随后几步走到我的面前，将那颗黑蛋摔在我的脸上，然后扯住我的头发。沈离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也重生了？你以为你不争不抢就能躲过去？我告诉你，没了玄甲龟护体，你那纯寒体质就是个废物。我看你怎么活过今晚。我轻叹一口气，抱起地上的黑蛋，扶着额头从地下站起身来。妹妹说的对，我这寒毒之体确实是个麻烦。既然妹妹得了玄甲龟和太子，那姐姐自然要祝妹妹长命百岁，福寿安康。她却毫不在意地嗤笑一声，手指抚摸过我的脸。你以为我会输给你个废物吗？这玄甲龟乃是长寿神兽，太子更是纯阳之体，我注定是要飞升成仙的。我沉默下来，转身退了出去。只有我知道，那玄甲龟根本不是什么长寿神兽，而是需要吸食宿主修为和精血才能存活的魔物。而凤渊更不是什么纯阳良人，而是个采阴补阳的邪修。回到房间，我感到丹田一阵刺痛，那是寒毒发作的前兆。怀里的黑蛋也因为离开了灵台的温养，表面的裂纹正在缓缓闭合，里面的生命气息微弱到了极点。如果不尽快找到纯阳之体进行双修，灌溉阳气，不仅这只救命恩兽会死，我也活不过今晚。可是凤渊已经被沈瑶抢走了，这世间哪里还有至尊纯阳体？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想到了后山禁地，上一世那里似乎封印着一个连凤凰族都忌惮的神秘人。灵峰派的后山禁地常年被一层诡异的红雾笼罩，传说那里封印着一位上古魔头，任何靠近的人都会被烧成灰烬。若是从前，我绝不敢踏足半步，可如今寒毒攻心，四肢百骸如同被冰锥刺穿般剧痛，怀里的黑蛋更是发出了微弱的哀鸣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碎裂。我别无选择，我咬牙穿过迷雾，越往深处走，周围的温度就越高，体内的寒气与外界的热浪碰撞，让我痛苦不堪。终于在禁地最深处的一方烈火池中，我看到了那个男人，他赤裸着上身浸泡在翻滚的岩浆之中，长发如墨，肌肤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潮红，即便是在昏迷中，他周身散发出的恐怖威压也让人心惊胆战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头？不对，我感受到他体内那股浩瀚如海的至尊纯阳之气，那不是魔气，而是最为纯正的天地正气，只是因为太过霸道才显得像魔。滋滋，怀里的黑蛋突然剧烈颤抖起来，它像是饿极了的野兽嗅到了肉味，竟直接从我怀里飞出，扑通一声掉进了那男人的怀里。回来！我大惊失色，想去捞蛋。就在这时，岩浆中的男人猛地睁开了双眼，那是一双金色的树瞳，冰冷暴力，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。他一把抓住了黑蛋，滚烫的手掌瞬间让黑蛋发出了舒适的嗡鸣声，紧接着他的目光锁定了岸边的我。极阴之体，他声音沙哑，带着压抑的痛苦。正好借你一用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传来，我整个人跌入滚烫的池水中。放开我！我拼命挣扎，却发现他的身体烫得惊人，而我体内的寒毒在接触到他的瞬间，竟然奇迹般的平复了下去。别动！他扣住我的腰，滚烫的纯阳灵力顺着接触的地方疯狂涌入我的经脉，这哪里是借我一用，分明是他在走火入魔边缘，急需我的寒气压制，而我和黑蛋也急需他的阳气续命。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双修互补。我不再挣扎，主动运转冰心诀，引导那股霸道的阳气注入丹田。黑蛋飘在我们旁边，疯狂地吞噬着溢出的灵力。原本灰扑扑的蛋壳上，那些裂纹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紧接着，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，黑蛋竟然在滚滚岩浆中破壳了。一只巴掌大小、通体漆黑如墨的小兽钻了出来，它长得像一只刚满月的小狼崽，浑身毛茸茸的，湿漉漉的大眼睛无辜地眨着。最奇特的是，它毛茸茸的头顶上竟然顶着两个稚嫩的小鼓包，像是未长成的脚。嗷呜！小兽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，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了舔男人的手臂，似乎在感谢这个大火炉。男人眼中的暴力似乎消散了几分，看着这只奇特的小兽，眉头微挑。这一夜，烈火与寒冰交织，还有一只刚出生的小兽在旁边好奇地扒拉着水花。直到天光微亮，男人体内的暴动终于平息，陷入了沉睡。我浑身酸痛地爬上岸，发现丹田内的寒毒已被压制大半，修为竟然直接突破了瓶颈。那只小黑兽正趴在岸边，甩着身上的水珠，看到我上来，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来，用毛茸茸的脑袋蹭我的脚踝。
这么黑。我看着他像块黑炭一样的毛色，忍不住戳了戳他头顶的小角，恶趣味地笑了。既然你这么黑，缺啥补啥，以后就叫你雪团吧。啊，小兽歪了歪头，似乎对这个名字很困惑，但还是乖巧地蹭了蹭我。看着男人俊美如神之的睡颜，我不敢久留。凤凰族的人若是发现我私闯禁地，定会杀了我。我抓起地上的衣服胡乱穿好，把雪团揣进怀里，匆匆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在我离开后不久，男人缓缓睁开了眼，看着手中残留的一缕寒气和那一小片破碎的黑色蛋壳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凌风派很好，还有那只小东西。回到住处，我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被外面的锣鼓声吵醒。今日是沈瑶回门的日子，也是他作为凤凰族侧妃第一次在宗门面前立威的时刻。按照规矩，所有弟子都要去正殿迎接。雪团似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地方，乖巧地缩在我的衣袖里，只露出2只圆溜溜的眼睛偷偷观察。我赶到正殿时，沈瑶正依偎在凤渊怀里，接受众人的跪拜。她换了一身流光溢彩的雨衣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但我却敏锐地发现她的眼底有着厚厚的乌青，身上的脂粉味也掩盖不住那一丝淡淡的血腥气。看来她在凤凰族的日子并不像表面那么光鲜。姐姐来了。沈瑶眼尖地看到了我，立刻从凤渊怀里直起身，笑得一脸灿烂。快来看，殿下为了给我补身子，特意带来了凤凰族的涅槃酒。她指着侍女托盘里的一杯赤红色的酒液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。这酒乃是用凤凰真火炼制，最能去除体内寒气。姐姐体质虚寒，契约的又是个死蛋，不如喝了这杯酒也好沾沾喜气。我心中冷笑，涅槃酒那是凤凰族用来惩罚叛徒的烈火毒酒，对于拥有凤凰血脉的人来说是大补，但对于我们这种修习寒功的人来说，喝下去就如同吞炭，5脏6腑都会被烧烂。前世他也是这样，在婚礼上逼我喝下这杯酒，我痛得在地上打滚，现出狼狈之态，成了全族的笑柄。凤渊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的玉扳指，冷冷开口：侧妃赏你的，还不嫌？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死活，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。我看着那杯酒，正要开口拒绝，沈瑶却像是怕我跑了一样，端起酒杯直接走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道：沈离，你若是不喝，我就告诉殿下你对我不敬，到时候你那颗死蛋会被殿下直接踩碎。他以为抓住了我的软肋，殊不知今时不同往日。昨夜我刚与至尊纯阳体双修，体内阳气充盈，而且我袖子里的血团似乎闻到了酒味，正兴奋地在我手腕上磨牙。既然是妹妹的一番心意，那姐姐就却之不恭了。我接过酒杯，在沈瑶错愕的目光中举杯掩袖，假装一饮而尽。实际上，在袖子的遮挡下，那杯酒刚靠近唇边，就被探出头来的血团一口气吸干了。嗝，血团打了个小小的饱嗝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，缩回了袖子里。那足以烧烂我5脏6腑的凤凰真火，对他来说竟然像是甜滋滋的饮料。我放下空酒杯，不仅没有露出痛苦之色，反而因为血团反哺的一丝暖意，面色红润，容光焕发。好酒。我微笑着看向目瞪口呆的沈瑶，多谢妹妹款待。这怎么可能？沈瑶失声尖叫，那是涅槃酒，你怎么可能没事？凤渊也猛地坐直了身体，死死盯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疑。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沈瑶怀里的那只玄甲龟似乎闻到了涅槃酒残留的香气，或者是感应到了血团身上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神兽威压，突然变得狂躁起来。他猛地从沈瑶怀里窜出，因为恐惧而慌不择路，竟一口咬住了沈瑶的手腕，贪婪地吸食着她体内因情绪波动而溢出的灵力。啊，痛，好痛！沈瑶惨叫一声，拼命甩手，但这玄甲龟咬合力惊人，竟硬生生撕下了他一块肉，鲜血喷溅，大殿内乱作一团。凤渊脸色铁青，一脚将玄甲龟踢飞。废物，连只畜生都管不好！玄甲龟被踢翻在地，却并没有缩回壳里，反而对着凤渊露出了獠牙，眼中闪烁着诡异的红光。而我袖子里的血团透过缝隙看着那只发狂的龟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我站在人群中，轻抚着袖中温热的小兽，冷眼看着这一场闹剧。好妹妹，这只是开始，那玄甲龟尝了血腥味，以后只会越来越贪婪。你以为的神兽，终将成为你的噩梦。回门宴上的闹剧让凤渊觉得丢尽了颜面。刚回到凤凰行宫，沈瑶还没来得及包扎手腕上的伤口，就被凤渊一巴掌狠狠扇倒在地。废物，本殿下带你回去是让你长脸的，不是让你去丢人现眼的。凤渊此时哪里还有人前那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他眼神阴鸷，一脚踩在沈瑶流血的手腕上，用力碾压，连只契约兽都控制不住，
我要你何用？沈瑶痛得惨叫连连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殿下饶命，是那只龟。是他突然发疯，妾身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闭嘴！凤渊厌恶地收回脚，冷冷地瞥了一眼缩在角落里的玄甲龟。这东西既然认了你为主，若是再有下次，我就把你剁碎了喂它。说完，他拂袖而去，并命人将房门锁死，不许沈瑶踏出半步。沈瑶瘫软在地上，绝望地看着紧闭的房门。他不明白，明明上一世姐姐嫁给凤渊后风光无限，为什么轮到他就变成了这样？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的玄甲龟缓缓爬了过来，他那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死死盯着沈瑶还在流血的手腕。滚开！你这只畜生！沈瑶惊恐地想要踢开他，但这只平日里看起来笨重的乌龟此刻却灵活得惊人，他猛地一跃，直接趴在了沈瑶的丹田处。一股恐怖的吸力传来，沈瑶感觉体内的灵力正在疯狂流失，甚至连骨髓深处都传来一阵阵钻心的剧痛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啃食他的骨头，那是吸髓之痛。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原本筑基期的修为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倒退，而那只玄甲龟的壳上原本暗淡的纹路却变得越来越亮。不要吸我的修为，那是我的！沈瑶拼命挣扎，但那玄甲龟就像是长在他身上一样，纹丝不动，直到他痛得昏死过去，玄甲龟才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，慢悠悠地爬回角落睡觉。而此时的沈瑶，原本丰腴的脸颊已经微微凹陷，发丝也枯黄了几分，仿佛在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他终于明白，这哪里是什么长寿神兽，分明是一只披着龟壳的吸血恶魔。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抢来的福气如今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另一边，凌风派后山禁地，烈火池中的岩浆已经平息，那个俊美如神之的男人缓缓从池中站起，赤裸的上身肌肉线条流畅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纯阳之气。他抬起手，看着掌心残留的一缕冰蓝色的寒气，那是昨夜那个女人留下的极阴之体，还有那只破壳的小东西。男人微微眯起金色的树瞳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。昨夜他走火入魔，神志不清，但身体的记忆却格外清晰。那个女人不仅救了他，还带走了他的一缕本源阳气。更重要的是，那只破壳的小兽竟然与他产生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脉羁绊。睡了本尊就跑！他随手一挥，一件玄色长袍凭空出现，裹住了他修长的身躯。凌风派，沈离是吗？本尊倒要看看你能跑到哪里去。自从回门宴后，我就一直闭门不出，对外宣称是在闭关修炼，实际上我是为了躲避风头，也是为了照顾那个突然变身大胃王的雪团。嗷呜嗷呜！雪团趴在桌子上，两只前爪抱着一块上品灵石，像啃骨头一样，咔嚓咔嚓几口就给嚼碎吞了下去。吃完后，他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爪子，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，头顶的2个小脚微微发亮，仿佛在说还要。我看着桌上那一堆灵石粉末，感到一阵肉痛。这可是我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啊，这才短短3天就被这小家伙吃了一半。雪团啊，你是个无底洞吗？我戳了戳他圆滚滚的小肚子，再这么吃下去，你娘我就要破产了。敖雪团无辜地蹭了蹭我的手指，还讨好的翻了个身，露出粉嫩的肚皮让我摸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又掏出一块灵石。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我的救命恩兽呢？而且我能感觉到，随着他吞噬的灵石越多，他体内的力量就越强，连带着我也受益匪浅。自从契约了雪团，我体内的寒毒再也没有发作过，修为更是突飞猛进，短短几日就已经摸到了筑基中期的门槛。这在以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速度。就在我为灵石发愁的时候，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大小姐，宗门发了任务，说是后山药园出现了一只偷吃灵药的妖兽，悬赏100块上品灵石捉拿。100块上品灵石，我眼睛一亮，雪团的耳朵也瞬间竖了起来，这简直是瞌睡送枕头。接这个任务我接了。我一把捞起雪团揣进怀里，推门而出。来到药园时，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子，大家都想抓到那只妖兽换取灵石。听说那妖兽速度极快，连执法堂的师兄都没抓到，而且他专挑珍稀灵药吃，药园长老都快气疯了。正议论着，忽然一道黑影从草丛中窜出，直奔一株刚刚成熟的千年珠果而去。在那，快抓！众弟子一拥而上，各种法术乱飞，但那黑影灵活得不可思议，左闪右避，竟然毫发无伤。就在他即将咬住珠果的瞬间，我怀里的雪团突然探出了脑袋，嗷！一声稚嫩却充满威严的低吼声响起。那道黑影猛地一僵，像是遇到了什么天敌一般，竟然直接从半空中跌落下来，瑟瑟发抖地趴在地上不敢动弹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2阶的寻宝鼠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只连执法堂都抓不到的寻宝鼠，竟然被我怀里这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奶狗一声吼给吓趴下了。我摸了摸雪团的脑袋，心中暗喜，看来我这只灭世神兽，即便是在幼年期，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血脉压制力啊。我走上前，一把拎起那只寻宝鼠，对着目瞪口呆的众人微微一笑，这任务我完成了。然而我并没有注意到，在人群的角落里，
一双阴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怀里的血团，那是刚刚被放出来透风的沈瑶。他看着血团，又看了看自己手腕上被玄甲龟咬出的伤疤，眼中的嫉妒几乎要化为实质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的死蛋能孵出这么厉害的东西，而我的却是只吸血的畜生？沈离，那只兽我要定了。沈瑶回到住处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自从契约了玄甲龟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明明每天都在吃各种大补的丹药，可修为不进反退，就连引以为傲的容貌也开始变得暗淡无光。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哪里还有半点当初那个明艳动人的样子？这该死的乌龟！沈瑶恨恨地看向角落里正在睡觉的玄甲龟，这东西吃饱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吸他的血，简直就是个寄生虫。相比之下，沈离那只小黑兽不仅长得可爱，还能威慑妖兽，甚至让沈离变得越来越漂亮。一定是那只黑蛋有问题。沈瑶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上一世那黑蛋能救沈离，这一世肯定也是个宝贝，凭什么好东西都让他占了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凤渊的声音：侧妃，明日凤凰族要在凌风派举办一场赏宝宴，各族都会来，你准备一下，别给我丢脸。凤渊的声音冷漠至极，连门都没进。沈瑶心中一惊，赏宝宴那可是需要在众人面前展示修为和契约兽的场合，以他现在的鬼样子，要是出去了，岂不是要被笑掉大牙？而且一旦被凤渊发现他修为倒退，肯定会被厌弃，甚至可能会被拿去喂那只玄甲龟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沈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忽然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。既然玄甲龟需要吸食灵力才能安分，那为什么非要吸它的呢？只要把沈离那只小黑兽抢过来喂给玄甲龟，说不定玄甲龟吃饱了就能进阶，而他也能摆脱这种吸髓之痛，甚至他还可以对外宣称是沈离偷了他的丹药才变得那么漂亮，把沈离的名声搞臭。想到这里，沈瑶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意，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黑色的药粉，那是他之前从一个魔修手里买来的引兽粉，只要沾上一点，就会让妖兽发狂，听从下药者的指令。沈离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，你的兽归我了。为了准备明日的赏宝宴，凌风派上下都在忙碌。我带着血团去任务堂交了寻宝署，领到了100块上品灵石。血团看着那一堆亮晶晶的灵石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别急，回去给你吃。我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脑袋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忽然听到大殿内传来一阵骚动。快看，那是谁？好强的气场！听说是掌门新请来的克卿长老，不仅修为深不可测，还精通御兽之道。我好奇地抬头看去，只见大殿之上，一位身着玄色长袍的男子正缓步走来。他戴着半张银色面具，只露出线条完美的下颌和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眸。即使看不清全貌，但他周身散发出的那种清冷金贵的气质，依然让人移不开眼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这身形怎么有些眼熟？还没等我细想，怀里的血团突然躁动起来，他像是闻到了什么极其喜欢的味道，拼命想要从我怀里钻出去。嗷呜嗷呜！他冲着那个男人的方向叫个不停，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。那男人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脚步微顿，目光穿过人群，精准地落在了我怀里的血团身上。四目相对，我看到他面具下的眼眸微微弯起，闪过一丝细血的光芒。这只小兽倒是别致，他声音低沉磁性，听得我耳朵有些发痒。掌门见状，连忙介绍道：这位是莫尊者，也是此次赏宝宴的特邀鉴宝师沈离。既然尊者对你的契约兽感兴趣，还不快抱上来给尊者看看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直觉告诉我这个男人很危险，而且血团对他那种莫名的亲近感，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难道他发现了血团的不凡？我硬着头皮走上前，行了一礼：弟子沈离，见过莫尊者。男人并没有伸手接血团，而是微微俯身，凑近了我的耳边，一股熟悉的带着烈火气息的纯阳之力扑面而来，让我体内的冰心觉得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。我瞳孔骤缩，这气息分明就是那天在禁地里的那个男人沈离。他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笑着说道：你的这只血团长得倒是有些像本尊，你说这是为何？我的脸瞬间爆红，像他，血团可是个蛋孵出来的，他这是在暗示什么？暗示那晚的双休吗？尊者说笑了。我强装镇定，死死按住想要扑进他怀里的血团。这不过是只普通的变异狼犬，哪里敢高攀尊者啊？普通的狼犬？他直起身，修长的手指轻轻点了点血团头顶那2个嫩生生的小脚。本尊倒觉得他很有神兽的潜质，不如明日赏宝宴你也带着他来参加，本尊很期待他的表现。说完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去，留下我站在原地，心乱如麻。他认出我了，而且他显然是冲着我和血团来的。这个所谓的莫尊者到底想干什么？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在不远处的阴影里，沈瑶正死死盯着这一幕，手中的手帕都被搅烂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连那个神秘的克卿长老都对他另眼相看？沈离，明日赏宝宴就是你的死期。次日，
凌风派的主峰大殿热闹非凡，凤凰族带来的奇珍异宝摆满了长桌，各族修士推杯换盏，气氛热烈。我抱着雪团坐在角落里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但雪团这个小吃货闻到了桌上灵果的香气，一直不安分地扭动着身子。乖，别闹！我塞给他一块零食，试图堵住他的嘴。高台上，凤渊正搂着沈瑶，接受众人的恭维。今日的沈瑶打扮得格外妖艳，她穿着一身大红色的雨衣，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，遮盖住了原本有些憔悴的面容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怀里的那只玄甲龟，那只龟此刻不知为何竟然变得格外安静，龟壳上甚至泛着一层诡异的金光，看起来颇有几分神兽的威严。这就是凤凰太子妃契约的神兽玄甲龟吗？果然气度不凡，听说此龟防御无双，而且能反哺主人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听着周围的夸赞声，沈瑶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她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满是恶毒。只有我知道，那玄甲龟之所以这么精神，是因为沈瑶昨晚给他喂了燃血丹。这种丹药能透支妖兽的生命力，让他在短时间内呈现出进阶的假象，丹药效益过，反是会更加可怕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不如让各位的契约兽出来展示一番，也好让莫尊者点评一二。凤渊忽然开口，目光却若有若无地扫向了坐在上首的莫尊者。莫尊者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中的酒杯，淡淡道：“既然太子有雅兴，那便开始吧。”沈瑶迫不及待地站起身，那就由妾身先来抛砖引玉。她将玄甲龟放在地上，手中掐诀，玄甲龟立刻便大了一圈，背上的金光更盛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，震得周围的桌椅都抖了抖。好！众人纷纷喝彩。沈瑶得意洋洋，目光转向我：“姐姐，大家都展示了，你也别藏着掖着了，把你那只小黑狗也抱出来给大家开开眼界吧。”小黑狗！周围传来一阵哄笑声。我皱了皱眉，正要拒绝，莫尊者却忽然开口了：“本尊也想看看。”他这一开口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我无奈，只能抱着雪团站了起来。雪团还在啃零食，被我突然抱起来，一脸懵懂地抬起头，嘴边还沾着零食粉末，看起来傻乎乎的。噗！这就是沈离契约的神兽，怎么看着像只没断奶的狼崽子？这也能叫契约兽？带出来都嫌丢人吧？沈瑶眼中的嘲讽更甚。姐姐，你这只兽，怕是连我的玄甲龟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吧？不如让他们比试比试。他话音刚落，手指微动，悄悄捏碎了藏在袖中的引兽粉药丸，一股无色无味的粉末顺着风飘向了雪团。只要雪团吸入这粉末，就会瞬间发狂，攻击周围的人。到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玄甲龟镇压这只疯兽，甚至趁机杀了他。那股粉末飘到雪团鼻尖时，他确实打了个喷嚏。阿嚏！沈瑶心中狂喜，发作了，快发狂吧！然而下一秒，雪团揉了揉鼻子，竟然露出了嫌弃的表情。他转过头，对着沈瑶的方向张开嘴，呼！一股黑色的旋风从他口中喷出，竟然精准地将那些还没散开的药粉全部吹回了沈瑶的脸上。嗨嗨壳，什么东西？沈瑶猝不及防吸入了一大口药粉，顿时被呛得眼泪直流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引兽粉不仅能让兽发狂，对契约了妖兽的人也有副作用。沈瑶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，原本被压制的玄甲龟突然变得躁动不安。他闻到了沈瑶身上那股浓烈的药味，那是让他兴奋的味道。好！原本趴在地上的玄甲龟猛地暴起，竟然无视了沈瑶的指令，直接朝着沈瑶扑了过去。啊！救命！殿下救我！沈瑶惊恐的尖叫，拼命后退，但玄甲龟速度极快，一口咬住了她的裙摆，用力一扯，撕啦！那件华丽的雨衣被撕成了碎片，露出了沈瑶里面穿着的中衣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随着雨衣破碎，沈瑶身上那股用来掩盖体味的脂粉味散去，一股浓烈的带着腐朽气息的恶臭弥漫开来，那是被玄甲龟长期吸血后身体开始腐败的味道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！太子妃身上怎么会有尸臭味？众宾客纷纷掩鼻后退，看着沈瑶的眼神充满了嫌弃和惊恐。凤渊的脸色黑如锅底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赏宝宴竟然会变成这样一场闹剧。混账东西！他一掌拍出，将发狂的玄甲龟击飞。玄甲龟撞在柱子上，却并没有受伤，反而更加狂暴。他那双绿豆眼里闪烁着红光，竟然转头看向了坐在角落里的雪团。他感应到了那只小兽体内有着让他极度渴望的血脉力量，吃了它，自己就能真正进阶。好！玄甲龟咆哮一声，竟然舍弃了沈瑶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我怀里的雪团扑来。小心！我下意识地护住雪团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直坐在高台上的莫尊者动了，他仅仅是抬起了一根手指，轻轻一弹，定！一道金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了玄甲龟。那只狂暴的巨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，僵硬在半空中，再也无法寸进。莫尊者缓缓站起身，目光冰冷地扫过狼狈不堪的沈瑶和凤渊。凤凰族的待客之道，真是让本尊大开眼界。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着我怀里正好奇地盯着金光的雪团，眼中闪过一丝宠溺的笑意。小东西，
没事吧？雪团似乎认出了这股熟悉的气息，欢快的叫了一声，伸出爪子想要去抓那道金光。我愣愣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他刚刚是在保护我们吗？而此时的沈瑶衣衫褴褛地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墨尊者对我那种特殊的态度，眼中的嫉妒和恨意几乎要将他吞噬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每次都有人救他？沈离，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赏宝宴的风波虽然被凤渊强行压了下去，但沈瑶身带尸臭，契约兽发狂的丑闻还是传遍了整个凌风派。沈瑶在房间里发了一通脾气，砸碎了所有能砸的东西。该死的沈离，该死的墨尊者！他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因为生气而扭曲的脸，还有手腕上迟迟无法愈合的伤口，心中的恨意如同野草般疯长。玄甲龟因为在宴会上被强行镇压，此刻正萎靡不振地缩在角落里，发出饥饿的嘶鸣声。它需要进食，而且是高阶的火属性灵物，才能修复受损的元气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！沈瑶一脚踢在龟壳上，却反被震得脚趾生疼。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中闪过一丝毒计。来人，传我的命令，让沈离去烈火崖采摘赤炎果，就说是太子殿下急需此物为玄甲龟疗伤。烈火崖是凌风派的一处险地，那里常年烈火燎原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凶残的火毒蜂。就算是筑基期的修士进去，稍有不慎也会被折得尸骨无存。而且沈离修习的是寒宫，去那种地方简直就是送死。沈离，既然你那么喜欢出风头，那我就让你去烈火崖好好出个够。接到命令时，我正在给雪团喂零食，传话的侍女一脸倨傲：大小姐，这可是侧妃娘娘的命令，也是为了太子殿下的神寿。你身为凌风派弟子，难道想抗命吗？我看着他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，心中冷笑，让我去烈火崖。沈瑶这算盘打得我在西院都听见了。不过我摸了摸怀里雪团的小脑袋，这小家伙自从上次吸了凤凰真火后，就对火属性的东西特别感兴趣。烈火崖虽然危险，但对现在的我和雪团来说，或许是个不错的自助餐厅。既然是为了太子殿下，那我自然义不容辞。我接过令牌，在侍女嘲讽的目光中，带着雪团前往了烈火崖。刚踏入烈火崖，一股灼热的气浪便扑面而来。若是以前，我肯定需要时刻运转灵力抵抗，但现在体内那股至尊纯阳之气自动护体，让我在这烈火中如履平地。嗷呜！雪团兴奋地从我怀里跳出来，撒欢似的在滚烫的岩石上跑来跑去，时不时还张嘴吸一口周围的火灵气，一脸享受。我们一路深入，很快就找到了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赤炎果。但在那赤炎果旁边，盘踞着一群密密麻麻的火毒蜂，每一只都有拳头大小，尾部的毒针闪烁着幽蓝的光芒。正常情况下，想要采摘赤炎果，必须先用烟熏或者阵法引开这些毒蜂，但我并没有这么做。我从储物袋里掏出了沈瑶那个侍女给我的装果子的玉盒，那玉盒底部被涂了一层不易察觉的引风香。沈瑶这是想让我不仅采不到果子，还要被这群毒蜂围攻致死啊！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些蜂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，我让雪团释放出一丝神兽威压。那群原本躁动的火毒蜂瞬间安静下来，瑟瑟发抖地趴在巢穴里不敢动弹。我轻轻松松地采摘了所有的赤炎果，然后将那沾了引风香的玉盒打开，甚至还往里面加了一点雪团的口水，这对妖兽来说是致命的诱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带着雪团迅速撤离，却并没有直接回宗门，而是绕道去了沈瑶的住处。此时沈瑶正坐在院子里等着我惨死的消息。忽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嗡嗡的轰鸣声，什么声音？沈瑶疑惑地抬头，只见一片红色的乌云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这边飞来，那是火毒蜂。沈瑶大惊失色，怎么会飞到这里来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那群火毒蜂已经闻到了他身上残留的引风香味道，侍女接触过他，以及玉盒里那诱人的气息，他们以为是这个女人抢走了他们的宝贝。嗡！成千上万只火毒蜂俯冲而下，将沈瑶团团包围。啊！救命！滚开！快滚开！沈瑶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云霄，她拼命挥舞着手臂，但这根本无济于事。那些毒蜂狠狠地折在她的脸上、手上、身上，每一针下去都会肿起一个大包，火毒入体，痛不欲生。等凤渊带着人赶到驱散毒蜂时，沈瑶已经瘫在地上奄奄一息。原本那张虽然憔悴但还算清秀的脸，此刻肿得像个猪头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嘴唇更是肿得像2根香肠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呜！我的脸！沈瑶看着凤渊那嫌弃到极点的眼神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晕了过去。而我正站在远处的山头，看着这一幕，心情大好的给雪团喂了一颗赤炎果。好吃吗？嗷呜，好吃，那就多吃点，以后还有好戏看呢。沈瑶在床上躺了整整3天，脸上的肿胀才消下去一些，但依旧青一块紫一块，丑陋不堪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他发现沈离不仅毫发无损地从烈火崖回来了，而且修为竟然突破到了筑基后期，短短几天连跨2个小境界，这在修真界简直闻所未闻。不可能，他一个修寒宫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进阶这么快？除非……沈瑶眼中闪过一丝阴毒的光芒，除非他修炼了魔功，或者私通了魔修，用了采补邪术，只有这个理由能解释得通。沈瑶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
立刻带着一队执法堂的弟子，气势汹汹地冲向我的住处。砰！我的房门被一脚踹开，我正盘膝坐在床上修炼，雪团趴在我膝盖上打盹。看到闯进来的人，我冷冷地睁开眼。侧妃娘娘这是何意？私闯弟子闺房，可是违反门规的，少拿门规压我！沈瑶指着我，声色俱厉：沈离，你短短数日修为暴涨，定是修炼了魔功邪术。我现在怀疑你私通魔修，败坏门风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淡定地站起身，我修的是正统道法，何来魔功？还敢狡辩？沈瑶狞笑一声，是不是魔功？查查你的丹田就知道了。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几个执法堂的弟子有些犹豫，毕竟我是凌风派的大师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是太子侧妃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沈瑶怒吼，那些弟子不敢违抗，只能上前一左一右按住了我的肩膀。沈瑶从袖中掏出一把泛着寒光的破魔刃，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废除魔修为的法器，一旦刺入丹田，不仅修为尽废，还会遭受万蚁噬心之痛。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眼中的恶意几乎要溢出来。姐姐，只要剖开你的丹田看看有没有魔气就知道了，你若是清白的，我自会向你赔罪。不过这刀子不长眼，姐姐你可要忍一忍啊！沈瑶，你敢！我拼命挣扎，但被2个筑基期的弟子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。雪团见状，愤怒的想要冲上去咬沈瑶，却被沈瑶一脚踢飞，撞在墙上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雪团，我目眦欲裂，哼，一只畜生也敢拦我！沈瑶举起手中的破魔刃，对准我的小腹狠狠刺下，冰冷的刀尖划破了我的衣衫，刺痛感传来，绝望、愤怒、不甘，种种情绪涌上心头。就在刀尖即将刺入我丹田的那一瞬间，轰！一道毁天灭地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，直接轰碎了屋顶，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小院。在这股威压之下，那些按着我的执法堂弟子瞬间吐血到飞出去，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沈瑶手中的破魔刃更是直接被震碎成齑粉，他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掀翻在地，原本就还美好的脸再次撞在地上，鲜血直流。是谁敢坏本宫的好事？沈瑶捂着脸尖叫。尘烟散去，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悬浮在半空之中，他身着玄金尊袍，墨发飞扬，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上布满了寒霜，金色的树瞳中燃烧着滔天的怒火。是那个墨尊者？不，此刻的他不再是那个收敛气息的客卿长老，而是君临天下的上界帝尊。他缓缓降落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众人的心口上。本尊的道侣也是你能动的？声音不大，却如惊雷般在每个人耳边炸响。道侣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沈瑶更是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那个如神之般的男人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他的道侣？你只是个没人要的弃妇！沈瑶歇斯底里地吼道。男人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他眼中的冰霜在看到我的一瞬间融化成水，他伸出手轻轻擦去我脸颊上沾染的一丝灰尘，然后将我拦腰抱起。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他低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责。角落里的雪团看到他，立刻委屈地嗷呜一声，瘸着腿跑过来。男人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点在雪团的额头上，一股精纯的灵力涌入，雪团身上的伤势瞬间痊愈。他欢快地跳上男人的肩头，冲着地上的沈瑶龇牙咧嘴，一副我有靠山了的嚣张模样。带走！男人冷冷地吐出2个字，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对身穿金甲的神卫，直接将沈瑶和那群执法堂弟子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下去。不，我是凤凰族侧妃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殿下救我！沈瑶的惨叫声渐行渐远，我靠在男人的怀里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纯阳气息，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看着他的眼睛问道。他微微一笑，低头在我额头上落下一吻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墨渊，上界帝尊，也是你孩子的父亲。他指了指我怀里的雪团，眼中满是笑意。我脸一红，这人怎么还记着这茬呢？但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在凌风派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大师姐了。我有靠山了，而且是全修真界最大的靠山。墨渊并没有带我回凌风派那简陋的弟子房，而是直接带我去了他在凌风派暂住的云顶行宫。这里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，雪团一进门就像掉进了米缸的老鼠，欢快地在淋浴铺成的地板上打滚。嗷呜，好舒服！墨渊将我放在软榻上，动作轻柔的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伤到哪了？他握住我的手腕，精纯的灵力顺着经脉探入，检查我的身体状况。没伤着，你来得很及时。我有些不自在地缩了缩手，脸颊微微发烫。虽然那晚我们在禁地有过肌肤之亲，但那时候他神志不清，我也只为了救命。如今这样清醒的面对面，那股强大的男性气息让我有些心慌。墨渊似乎看穿了我的窘迫，轻笑一声，松开了手，却顺势坐在了我身边。沈离，既然你救了本尊，又契约了本尊的半生兽神分身，那我们之间的缘分便是天定的。他指了指正在啃捉腿的雪团，这小东西叫吞天兽，是上界神兽之首。他既然认你为主，说明你我有缘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这云顶行宫的女主人，
也是本尊唯一的道侣。我愣住了，上界帝尊的道侣，这个身份若是传出去，恐怕整个修真界都要地震。可是我只是个灵风派的小小弟子，而且还得罪了凤凰族，我有些犹豫。凤凰族？墨渊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不过是一群杂毛鸟罢了。若是那个凤渊再敢找你麻烦，本尊便拔光他的毛，给你做把扇子。这霸气的话语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前世我孤立无援，被凤渊和沈瑶欺辱致死，这一世我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嗷呜！雪团似乎听懂了墨渊的话，立刻跳上桌子，挥舞着小爪子，仿佛在说我也要拔毛。墨渊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然后从袖中掏出一枚金色的储物戒递给我，这里面有些防身的小玩意儿，还有给雪团的口粮，过几日便是宗门大比。沈瑶那个女人心术不正，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若是遇到危险，便捏碎这枚玉简。本尊随叫随到。我接过戒指，神识一扫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哪里是小玩意儿，里面堆满了极品灵石、神阶法宝，甚至还有几瓶传说中的9转金丹，这就是抱上金大腿的感觉吗？真香。另一边，沈瑶被沈巍像丢垃圾一样扔回了凤凰行宫，她浑身是伤，脸上的伤口更是深可见骨，那是摔在地上时被碎石划破的。啊！我的脸，我的脸！沈瑶看着镜子里那个面目全非的自己，发出凄厉的尖叫。更可怕的是，角落里的玄甲龟又饿了，它闻到了沈瑶身上伤口散发出的血腥味，兴奋地爬了过来，张开嘴就要咬。滚开，你这只畜生！沈瑶惊恐地用脚踢它，但玄甲龟此时已经饿红了眼，它猛地一口咬住了沈瑶的小腿，贪婪地吸食着她的血液和仅剩不多的灵力。啊！救命！殿下救我！沈瑶痛得在地上打滚，但无论她怎么喊，门外都没有任何动静。凤渊因为他在赏宝宴上丢尽了脸，早就下令封锁了他的院子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随着血液的流失，沈瑶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飞速消逝，她的皮肤开始干瘪，头发开始脱落，整个人迅速苍老下去。不，我不想死，我是重生的主角，我不能死！沈瑶绝望地哭喊着。就在她以为自己要被吸干的时候，窗外忽然飘进来一团黑雾，黑雾散去，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阴质男子出现在房间里，他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，显然是个魔修。堂堂凤凰族侧妃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可怜啊！魔修阴恻恻地笑道。沈瑶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拼命爬向魔修。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能救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魔修一脚踢开还在吸血的玄甲龟，蹲下身看着沈瑶，想活命很简单，这只龟是个无底洞，你喂不饱它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给它找个更好的食物。魔修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听说你那个姐姐契约了一只神兽幼崽，那东西灵气充裕，若是能抓来喂给这只龟，不仅这龟能进阶，你也能摆脱反噬，甚至还能吸取神兽的力量，恢复容貌。沈瑶眼中瞬间迸发出怨毒的光芒。沈离，又是沈离，凭什么他能得到帝尊的宠爱，还能养着神兽，而自己却要被这只乌龟吸干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沈瑶咬牙切齿道，只要能杀了沈离，抢走那只兽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魔修满意的笑了，递给他一瓶散发着黑气的丹药，这是燃魂丹，过几日的宗门大比，你服下它，能短暂获得金丹期的实力，到时候你在擂台上杀了沈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沈瑶紧紧握住那瓶丹药，眼中满是疯狂。沈离，这一次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晨钟敲响，宗门大比的钟声震得人耳膜发疼。我盘膝坐在破旧的木床上，轻轻顺着雪团的黑毛，这小家伙打了个饱嗝，脑袋直往我掌心里蹭。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粗暴的一脚狠狠踹开，木屑飞溅，几个穿着紫袍的长老气势汹汹闯了进来，带头的正是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的执法堂张长老，他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珠子，死死盯着我怀里的雪团。沈离，你别在这装死，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张长老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破茶碗摔在地上粉碎。我掀起眼皮，冷冷地扫了这群道貌岸然的老东西一眼。长老有何指教？莫非连参战的弟子也要禁足？旁边的大长老摸着胡子，阴沉沉地开了口，少在这阴阳怪气，做人不能忘本，不能没良心。你爹娘死得早，是宗门一口饭一口汤把你喂大的，如今你妹妹瑶儿脸毁了，太子殿下正憋着火气。我心底冷笑，这就是我的好宗门，好长辈。张长老唾沫横飞地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你个不识好歹的小畜生，要是敢在擂台上赢了瑶儿，那就是狠狠扇了凤凰族的脸。你想让全宗喝西北风吗？听清楚了，一会上了台，乖乖趴在地上磕头认输。大长老接过话茬，三角眼里满是算计的贪婪。还有，把你手里那只黑狗崽子交出来给瑶儿赔罪，他那只神龟最近胃口不好，正好拿着狗崽子塞牙缝。他们甚至懒得掩饰那副令人作呕的剥削嘴脸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随时可以牺牲的贱命血包。我不怒反笑，抬手轻轻捏住雪团呲出的獠牙。若是我不答应呢？这擂台我偏要站着打。小贱妇，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
张长老气急败坏，猛地抽出腰间的带刺法鞭，咱们走着瞧，老子有100种弄死你的阴损法子。几个老东西骂骂咧咧地转身摔门而去。我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用力捏紧了拳头。雪团喉咙里发出低沉咆哮，他早就闻到了恶臭的杀机。这群老狗肯定在我的签石上做了手脚，避无可避了。大比擂台设在主峰崖边，四周早就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。天空中忽然掠过一团极其刺眼的火红色灵光，凤凰族的太子凤渊踩着华丽的灵剑傲慢降临，他怀里搂着一个戴着厚重黑面纱的柔弱女人。即便隔着老远，我也能闻到沈瑶身上那股腐烂的尸臭味。全场弟子立刻像狗见了骨头一样跪倒在地，高呼千岁。沈瑶颤巍巍地从剑上跳下来，脚下一软扑在地上，他立刻扯着嗓子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悲啼：大家评评理啊，我不活了啊，我这脸毁得好惨啊。他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用那只溃烂的手指着台下的我。我亲姐姐见不得我过好日子，下恶毒妖术毁我的脸啊，我日日夜夜供着他，他却是个白眼狼，想逼死我啊。这下3烂的倒打一耙，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盲目怒火。这群没长脑子的蠢货最喜欢看这种弱者被欺压的戏码。台下的谩骂声像臭水沟里的苍蝇一样嗡嗡炸开。呸，这女人心肠比茅坑里的石头还黑，平日里装出一副清高样，背地里竟然是个歹毒婊子，赶紧滚出宗门，咱们凌风派没你这种下贱东西。唾沫星子几乎要将我淹没，鼻的眼睛像刀子一样弯过来。凤渊居高临下的瞥了我一眼，眼底全是不加掩饰的厌恶。心如蛇蝎的毒妇，本殿下看你一眼都觉得脏了眼。我静静站在原地，甚至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。我紧紧盯着沈瑶怀里那只不断疯狂挣扎的玄甲龟，那龟壳上已经裂开了一条条血痕，渗出黑红的毒血。它发出痛苦的凄厉嘶吼，显然反噬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。沈瑶被玄甲龟咬得浑身发抖，眼中闪过一抹狠厉的疯狂。他趁着凤渊转头，迅速从袖子里掏出一颗冒黑气的药丸，他像恶狗扑食一样将那颗燃魂丹直接生吞了下去。不过短短几息的功夫，沈瑶周身的空气都扭曲了起来，原本只有筑基期的修为，竟然诡异的一路狂飙突进，直到稳稳停在金丹期的恐怖境界。连凤渊都惊异地挑起眉。裁判长老假咳一声，装模作样地从签筒里抽出一块玉牌。第1局，沈离对战沈瑶，生死不论。这种丧心病狂的暗箱操作，甚至连表面掩饰都懒得掩饰了。我无视了漫天的辱骂，抱着雪团一步步走上擂台，石阶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极其沉稳，连呼吸都不曾乱半分。四周升起厚重的金色结界墙，彻底切断了擂台与外界的联系，就像是一个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封闭屠宰场。结界刚一合拢，沈瑶就迫不及待地扯下了脸上的黑面纱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和疯狂作呕的声音。那张脸上的肉几乎全烂了，黄水混合着脓血往下滴答。沈瑶毫不在意，她的五官极度扭曲，死死盯着我的脸。他用极其粗鄙沙哑的声音向我疯狂传音：小贱妇，你就算爬上莫尊者的床又怎样？今天老娘要扒了你的皮，一寸寸敲碎你这身贱骨头，我要把你剁成肉泥喂龟，再抢走你怀里那个神兽。话音未落，沈瑶发出一声尖锐如鬼啸的厉吼，金丹期的灵力如同开闸洪水，瞬间在擂台上掀起滔天火海，刺目的烈焰化作几十条火蛇，张着血盆大口朝我扑杀过来。我故意做出一副被金丹威压死死锁住，脸色惨白的慌乱模样。我脚下踉跄，踩着冰心诀的残影在火蛇缝隙中狼狈翻滚。跑啊，小贱人！你平时不是挺能装吗？继续跑啊！沈瑶站在火海中央放肆狂笑，手指像癫痫一样疯狂挥舞。我眼角余光瞥见台下的张长老正躲在人群后阴森的掐诀，我脚下的石板突然诡异的塌陷，一股恐怖吸力锁住了脚踝。这群老畜生为了让我死在台上，连宗门脸面都不要了。我猛地朝后踉跄了一下，后背重重撞在坚硬的金色结界上，我已经退无可退，周围全是封死退路的滚滚烈焰。就在这时，沈瑶怀里的玄甲龟彻底陷入了暴走的疯狂，它直接扯断了沈瑶的手指，化作一头几丈高的恐怖巨兽。玄甲龟那双滴着毒液的血红眼睛死死锁定了血团，它像一座肉山般砸了过来，张开能吞噬巨石的血盆大口。血团在我怀里发出凄厉叫声，似乎被彻底吓破了胆。这还没完，沈瑶双手合十，硬生生抽干经脉里的燃魂之力，那些狂暴的灵力在半空中凝聚成一把10几米长的血色巨剑，剑刃上缠绕着令人作呕的怨气，连空气都划出刺耳的尖笑。去死吧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给我滚下地狱吧！沈瑶五官疯狂渗血，犹如恶鬼附身，双手狠狠向下一挥，血色巨剑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，朝着我的心脏贯穿而下。我立刻扭头死死看向负责擂台救援的裁判长老，那个老匹夫竟然在这个时候转过身去，假装低头整理袍角。全宗门的人都在等着我死，没有任何人会来拉我一把。台下的凤渊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，甚至开始拍手叫好。血色巨剑撕裂了结界内的空气，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凄厉啸叫。
狂暴的气流瞬间掀翻了擂台表面所有的青石地砖，漫天碎石砸在我的身上，巨大的压力逼得我当场喷出一口鲜血。玄甲龟散发着腥臭的血盆大口，已经笼罩了血团弱小的头顶，距离它一口咬下，仅只剩下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。那柄杀气腾腾的血色巨剑，距离我的心脏也只剩下最后半寸，死亡的气息甚至已经割破了我胸口的衣襟，狠狠刺痛着肌肤。台下有几个还算有点良知的低阶弟子，吓得闭紧了双眼不敢看。噗嗤，利刃狠狠刺入血肉的沉闷响声，在封闭的结界内清晰地炸开。沈瑶那张溃烂流脓的脸上，狂喜和癫狂的笑容瞬间绽放到极致。哈哈哈，你终于死在我手里了，你死了。然而下一秒，天空中毫无征兆地劈下一道震耳欲聋的诡异黑雷，整个主峰擂台瞬间被一股极度刺眼、狂暴无匹的红光彻底吞噬。轰隆，所有的视线全被残忍夺走，结界内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恐怖死寂。红光和尘土渐渐散去，全场依然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，等着看我被搅成一滩烂肉。沈瑶那张流脓的脸上，狂喜的表情突然彻底僵住了。那柄10几米长的血色巨剑诡异地悬停在半空中，剑尖距离我的心窝只有半寸，却再也刺不进分毫。我缓缓抬起右手，仅用2根纤细的手指死死夹住了剑刃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小贱妇用了什么妖法？沈瑶不可置信地尖叫起来，眼珠子都快瞪出了眼眶。我用大拇指抹去嘴角被气浪震出的血丝，掀起眼皮冷笑。一股比他纯粹100倍、狂暴万倍的金丹巅峰威压轰然爆发，金色的灵气涟漪呈环形疯狂炸开，直接震碎了整座擂台。另一边，扑向血团的玄甲龟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，只见血团张开小嘴，嘴里竟如同深渊黑洞般产生恐怖吸力，他一口死死咬住了玄甲龟。只听咔嚓一声急脆的闷响，那坚不可摧的龟壳被硬生生咬下半个，玄甲龟鲜血狂喷。我2指猛地发力，砰的一声将沈瑶的血剑直接折断捏碎。啊！沈瑶遭到术法反噬，惨叫着连退10几步。我脚踏残影，瞬间欺身上前，抬手举起一记冰心绝虫掌，狂暴的极寒掌风狠狠拍在他的丹田之上。沈瑶像破麻袋一样横飞出去，重重砸在残破的石柱上滑落。台下那些刚才还在疯狂辱骂我的弟子，全部扑通跪地。金丹巅峰的恐怖威压的他们根本抬不起头，瑟瑟发抖。躲在人群后暗中搞鬼的张长老当场狂喷出3大口黑血，他遭到了阵法暴力的反冲，直挺挺地瘫倒在地上，剧烈抽搐。我居高临下地踩着沈瑶的烂脸，冷冷地吐出一句：费了这么大劲科要作弊，你就这点本事？沈瑶体内的燃魂丹药效被我一掌彻底打散，她的经脉开始根根寸断，痛得在擂台废墟上疯狂打滚嘶嚎。好痛！我的修为，我的灵根全毁了。那只被咬掉半个龟壳的玄甲龟为了活命彻底发了狂，他红着眼睛冲向沈瑶，一口狠狠咬住了沈瑶的大腿，大块的血肉被他生生撕扯下来。他开始疯狂吞噬主人的血肉。滚开！你这该死的畜生，别吃我！沈瑶痛得面无人色，满手是血地爬向擂台边缘，他冲着台下的凤渊绝望地伸出白骨森森的手指，拼命求救：殿下救我！我是你的侧妃啊，快救救我！凤渊像躲瘟疫一样连退了10几步，满脸都是令人作呕的嫌弃。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恶心怪物，别来沾边！从现在起，本殿下正式废除你的侧妃之位，你死不足惜！台下的弟子们见风使舵，纷纷指着沈瑶的鼻子破口大骂：活该！我就说他身上怎么一股尸臭味，原来是个怪物！呸！残害同门，还骗我们，被畜生吃也是罪有应得。刚才还偏心偏到嗓子眼的大长老立刻换了一副嘴脸。沈瑶心术不正，修炼邪法，即刻起逐出凌风派。我站在擂台中央，怀里抱着满足打饱嗝的血团，冷漠旁观。我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，这是他自找的报应。沈瑶看着我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又看了看周围众叛亲离的脸，他仅剩的一只眼珠里，怨毒和绝望化作了实质的黑气。好，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都盼着我死！沈瑶在被活吃的剧痛中爆发出不似人生的癫狂大笑，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死死护住怀里掏出的一块黑色令牌，既然都不让我活，那就全都给我陪葬吧。他一把捏碎了魔修给的令牌，擂台四周立刻拔地起一座血阵，鲜红的阵法光芒瞬间笼罩了前排几百名弟子和那几个长老。啊！我的血，我的灵力在流失！惨叫声此起彼伏，几百号人瞬间被血阵硬生生抽干了精血。擂台上方原本晴朗的天空被恐怖的黑色魔气生生撕开裂缝，一只比山岳还要巨大、长满倒刺鳞片的黑色魔爪从虚空探出，令人窒息的元婴期以上恐怖威压直接将主峰压塌了半边。一尊身高100丈的魔族大能踏碎虚空，俯瞰着地上的蝼蚁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太子凤渊直接吓得双腿一软尿了裤子，他连一句场面话都不敢留，连滚带爬的踩着飞剑独自逃命。只剩半口气的沈瑶指着我的方向，用破风箱般的声音嘶吼：吃掉他，把那个贱人和那只黑狗统统给我撕碎！满地都是干尸和哭爹喊娘的残废，四周如同修罗地狱。我一人抱着血团，迎着那股摧枯拉朽的魔风，
死盯头顶怪物。魔族大能发出震碎耳膜的残忍冷笑，轻蔑地用手指对准了我。恐怖的魔威犹如10万座大山砸下，擂台互震瞬间如玻璃粉碎。我的膝盖被绝对的压制力逼得弯曲，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嚓声。我猛地咬破舌尖，腥甜的血液刺激着神经，硬挺直脊梁，绝不下跪。魔族大能不耐烦地冷哼一声，指尖射出一道粗壮的寂灭黑光。这道死光直逼我的眉心，沿途的空气全被瞬间抽干。在绝对的降维打击面前，我所有的灵力防御瞬间瓦解成灰。我死死咬紧牙关，甚至能感觉到死光带来的皮肉消融的灼痛。就在黑光距离我眉心仅剩最后半寸的生死刹那，整片被魔气封锁的空间诡异地陷入了绝对的凝滞。一道慵懒却透着无尽暴力的轻叹在天地间轰然炸响。本尊的人，你也敢动？金色的至尊神火凭空爆燃，瞬间烧穿了遮天蔽日的恶臭魔气。苍穹被染成耀眼灿金，一条庞大的9爪金龙虚影破开云层。墨渊身披玄金尊袍，踏着金龙的头颅，从9天之上缓缓降临。他连眼皮都没抬，瞬移般出现在我身侧，霸道地将我揽入怀中。那股能压碎山河的魔威，在他靠近的瞬间冰消瓦解。刚才还狂傲无边的魔族大能，看清墨渊脸庞，瞬间吓得肝胆俱裂。100丈高的庞大魔躯剧烈哆嗦，直接在半空中双膝重重跪下。帝尊饶命，小人不知这是您的道侣。魔族大能拼命在虚空中磕头，把脑袋磕得鲜血淋漓。墨渊根本没看他哪怕一眼，只是低头轻轻抚顺我被吹乱的鬓发，伤着没？他的声音极尽温柔，甚至带着一丝后怕。我摇了摇头，靠在他散发着纯阳之气的胸口，紧绷神经放松。墨渊漫不经心地抬起左手，伸出一根修长食指，冲天上一点。那尊恐怖的魔族大能连半句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从内到外猛地爆开一团纯金色的神火，瞬间烧成了虚无飞灰。火舌瞬时蔓延，将天空中残留